好，接下来我们讲一下枝干的这个注意的关系啊，不管是先画大枝还是小枝，首先要注意长短，还有线段的节奏啊。比如说我们随意画一枝出来啊，这一枝不管它是什么形状，下一枝就要跟着它。所谓的一笔生万笔随，就是第一笔出来以后，我们下面怎么画都要从它开始啊。比如说这一支是比较实的，下一支肯定我会把它变成虚一点啊，这个是规律。我们要把这些规律变成一种习惯啊。比如说这里我肯定把毛笔一转，它就会虚掉啊，它肯定就会出现这种虚的状态。因为它很实，所以第二支出来我会把它变成虚的。怎么才能把它变成虚的？你怎么变都可以啊，你捏管也可以，你用吸水纸把它吸干一点也可以，这个都没有关系。最关键的是你要知道这个出现的虚实关系，这个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啊。然后第二支出现啊。这一支是大小，我为什么画的那么直？因为这支变化很多了所以这支我比较直，我已经把它变成一种习惯啊。然后长在这个位置，大家看这个位置也不会在这一段的正中间，我会在这一段的1/3的地方啊出现这个枝干。然后我们再往下长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如果要出现穿插，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如果要长一个枝出来，那么就要考虑，如果一长它就会出现一个空白啊，这是画兰花里面最重要的3线运用的一种关系啊。如果从这里长一枝出来，这个空白可能会太三角形，而且会在这一段的中间啊，我们可以从这里长过去，我们也可以从这边长过来啊，很多可能性，我们尽量的去尝试，尽量的去大量的实践啊。比如说从这里长一小枝长过来，那么这一小枝长过来以后啊，它会出现这样一个空白，我还没有穿出去，它已经有这个空白。那么长到这个地方，我们长到这啊，如果长到这，它会和这一个线条平均啊，形成一把叉，不好看。继续走一点啊，继续走一点为什么要走这么长？走到这里，那么这一支穿过来的位置，在这一段的里面，它也是1/3的位置啊，所以这个关系它是不变的啊，变的是形状，变的是物象，变的是不同的这些结构啊。那么我们在画的时候，再画下一支，我们可能会把它变成一个水分多一点的我笔尖去沾了一点水我们再长一支，这一支肯定就是水分多一点长下来。那么这一支长下来很实了，接下来我们就又要让它变成虚一点又把它变成穿插过来本来想让它虚一点，它还没变不听话，就让它接在这里不走了因为这个实和这个虚它们之间也是关系那么我们只能在上面再出现一个线条把它变成一个虚一点的故意把这个毛笔打散了，不让它那么实了那么这个枝干出现，它会和这里是不是形成一个重复了一样，它也不好看那么我们也可以变化一下继续长，或者是不长了，或者是长下来比如说我们可以长到这，我们长下来这里长一点点过来，它的形状就改变了这样一点点，
它就不会形成刚好这样一把叉，这样一把叉，把这把叉变，它也会出现这种状态，也会不同啊。然后旁边还是一样，出现一个短一点的，形成长短对比啊。那么这个上面我们又可以长枝干，长嫩枝干啊，嫩枝干调色，藤黄、太青蓝啊，然后加一点点胭脂啊，大家看不到，加一点点胭脂，还是一个关系啊。这个老枝干很长了，上面我们可以短一点啊，把这个枝干增加一下，增加一个小嫩芽接一下啊。那么上面的这个又继续长枝干，这个枝干很短，小枝干我们可以很长啊，小枝干我们可以让它长起来啊，这个短，这个可以很长，它们又是一种关系。那么左边长，右边肯定又是很短了啊，它又是一种左右长短对比，这个是不变的规律啊。那么这支更长了，这支这么长，我们在旁边可以画一个，比如说画一个很小很小的花苞啊，其实是花苞还是叶子都无所谓，主要是把这个长短关系加大啊。这个花苞的形状，这个叶子也是左边长右边短啊，这里可以长过来。那么左边这个很长，这个小花苞的叶子也是长短一点啊，长到这里不长了，这边都是短的，只有这一支是长的，所以它很漂亮啊，它都是对比。我们要把这些对比，把它不断的积累，不断的这样去练习啊，大家也可以像我这样去练习，会收获会很快啊。你练3天你就会得很多收获啊，不是说要对着哪个老师的作品抄半天啊，抄很久，画得很像，其实画得像，其实那个你没有得到知识啊，只是得到了别人的那个样子啊。最关键的是这些关系，你把这个关系得到了，你就真的是一通百通啊。旁边这里也可以长一支，这有2支啊，这边我们可以长一支啊，我们就不长花了，长小嫩叶啊，长个小嫩叶从这个枝干上面长出来啊，这些小嫩叶就感觉这一支很长的出来，长一些小嫩叶会很漂亮，因为它很长啊，出来它也会很显眼，它也和左边形成一个对比，那么它是有这个长短关系，也有这个变化啊，这都长花，这就不长了，还长花又重复了，包括点这些小嫩芽都会大小都会不同啊。大家看我点这几个小嫩芽，没有一个是一样的，这是画的时候是故意的啊，是注意到的，不是说无意中得到的啊。当然无意是有意无意之间是最好的啊，又想那样画啊，它刚好又出现那个样子，那个就是最好的感觉。这张画面我们可以画一朵比较小的花，因为这个枝干占的比例很大，那么花我们就要画小一点啊，也是一样书写性的用笔啊，像写字一样啊。
出现各种不同的笔触和浓淡虚实，它会出现一种写意的状态。不需要画得太工整，太工整的没有画面感啊。画小一点，笔书写性。注意到的是浓淡干湿啊，不需要画得过于规整啊。我是喜欢这种相对随意一点的形状。这个每个人的审美不同啊，有些人喜欢很工整，工整的也有工整的好啊，工整的也有工整的难。这朵花画的小一点，突出枝干，花我们就缩小，不需要画那么大。好，一点点就行了。真实的牡丹它也有很多品种啊，有些花头很大，有些花头很小，有些花瓣很碎啊。我们去洛阳的时候看到有些花很大，有些叶子很宽，有些叶子很细长啊，各种各样的品种都不同。我们在画的时候更加可以不同啊，画的时候我们可以区别于真实的。我们想让它瘦一点，它就瘦一点；我们想让它壮一点，它就壮一点啊。不需要跟真实的，我们又不是画标本。好，我们来画一下小叶子啊。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画一些非常小的叶，它在这个花瓣的后面啊长一点，配衬一下。然后我们加一点叶子，因为这朵花比较小，证明它还很年轻啊。那我们画的叶子也画的叶子嫩一点啊，偏嫩的叶子，藤黄啊，太青蓝加点胭脂啊，我们把这个叶子增加一下啊。这朵花很年轻啊，画几片非常年轻的叶子，跟它配衬啊，用的毛笔也小一点啊。这边可以把一片叶子往回，这边再让它出到画外去了啊，出去再往回，这种富贵气啊没有跑出去啊。这个也是画面里面的气，不管我们画牡丹还是画山水还是画松树啊，它们都会有一个姿态，它们的姿态是有关系的，有呼应的。这是画面里面啊，真实的牡丹它也许不会长出这个形状，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画出这个形状。这个小花苞也可以来一点更加嫩一点的叶子这个叶子我们要把它画的跳皮一点还有这个要讲一下，这个叶子要么靠上，要么靠下，现在已经在中间，那么我们把它靠下来让它和下面这个叶子形成呼应。上面这个叶子我们小一点这样它就是往下靠的，
这两组叶子挨近，这组叶子离开的，形成这样的关系。好，很简单的几个小嫩叶。好，我们再把这个小花苞加一下。小花苞就加一个很小的就行了。啊，一个很小的花苞，一主一次，一大一小，这种关系成立啊。这下面这个很小的地方可以加一点点红色，代表这个是一个小嫩芽。这个红色是有一个作用，这个红色跟这些红色是有呼应的啊，它们是有关系的。不是说小嫩芽它就会长花苞，它可能不会长，但是我们画面需要，它会形成一个红色跟红色的呼应关系。然后我们把这个枝干啊，枝干我们加一点淡墨，特别是这种干枯的地方，这种地方我们不能这样那么这样空着，我们用点淡墨啊，用点淡墨可以把它撞一下，不要让它那么空啊，这样走一下啊，这样它会有点内容。这些地方也是一样啊，这里长一个小嫩芽，然后我们在这个枝干上面可以打几个重墨点啊，抬点它是有作用的。在画面里面它会起到一个点醒作用，也会起到一个点线面的作用啊。打点、抬点不要太多，3、5颗，它会有线条，也要需要这些点啊，点线面的关系啊，只要有这些关系，它才能够成为一个画面。这张画很简单啊，但是我们如果落款落得好的话啊，这张画就已经很漂亮了，不需要加太多东西。我们把花蕾点一下。画面不需要画太多东西啊，当然不是说不画太多东西，有些人也可以画很多，但是越少的其实是越难啊，因为它要注意很多这个空白形，还有这个主次关系、穿插关系，各种关系都要到位，要不然它就不成立。我们点一下花蕾，少量的点一点啊。花蕾也要注意它的外形，不要让它太方，也不能让它太圆。中间来一点，意思一下就可以了。这张小饼画非常简单啊。我们主要是讲枝干，讲这个嫩枝啊，少量的加了几片叶子啊，让它形成了这样一个很小的一个小画啊。